这风暴根本靠近不了，祠堂大门就在前面，可我们连路都走不过去。这是荒村怨念汇聚的风暴，是夜宵用全村灵魂做的陷阱。我的咒印撑不了多久。这个诅咒风暴是夜宵用神经代码写的程序，我可以用反向代码暂时压制住它的运行。给我30秒。青妍姐，你没事吧？我找到了，风暴的核心有3个符文节点，分别在左、中、右3个位置。只要同时打破这3个节点，风暴就会散掉。叶灵、江巡，你们负责左右2个节点。陆婉，你用咒印掩护他们。青妍，你继续用代码压制风暴，给我们争取时间。夏诺，你全程锁定节点，给我们指引。我来破中间的核心节点。姐姐，妍妍，别过来，封印有诅咒。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姐姐，你别怕，我现在就救你出来，我带你回家。青妍，别碰，这是复魂封印，强行破解会被诅咒直接吞噬灵魂的。诅咒的力量太过强大，根本无济于事。姐姐，对不起，我太没用了，我救不了你。整个祠堂的怨念瞬间变得狂暴，前世姐妹俩双双殒命的画面瞬间炸开，意识深处那道冰冷暴虐的意识再也压制不住，周身的寒意几乎要将整个祠堂冻结。开山斧发出轻微的嗡鸣。灵魂回溯。凌晨，别碰！这是附灵湮灭阵，是夜宵用我父母的咒术核心改的死阵，强行触碰你的意识会和阵法一起湮灭。左生生人，右下死人，以魂为引，以咒破咒。阵眼是苏清月的意识核心，只有用和星河同源的力量，才能把它从阵眼里剥离出来。凌晨，只有你能做到。前世花了7天，牺牲了3名核心队友，而这一世，一切都完美融合了，精准地抹掉了阵法里的13处死亡节点。清月，听得到我的声音吗？用星河的后门代码反向锚定你的意识，我帮你撕开阵法的缺口。姐姐，苏清月，你坏了我的好事。
凌晨，你一次次毁了我的布局，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给我的实验陪葬。这炸弹和整个荒村的诅咒绑死了，就算杀了我，它也会炸！前世我就是因为这颗炸弹，折损了2名核心队友，灵魂回溯。就是这个，凌晨哥，炸弹核心在左下方的皱纹节点，和陆婉姐留下的附灵咒印同源。时间不多了。全服公告：恭喜玩家凌晨、苏清月、苏清言、叶灵、江巡、夏诺成功通关 A 级加神砍副本落霞荒村，拿下落霞荒村全服首通，刷新 A 级加副本最快通关记录，通关时长12小时17分，解锁雾都主城区全域权限。明白了，这是林晨那边给的情报，就交给你们了。队长，陆婉小姐的灵魂损伤已经修复了55%，她的脑电波已经出现了明确的自主波动，只是灵魂本源透支过度，陷入了保护性沉睡。叶敖这个疯子！落霞荒村的局被我们破了，就换了种方式霍霍玩家。再这么下去，全服几千万人都要被他榨干意识。我查到了，这些出事的玩家最后登录的坐标都在雾都主城区废弃工厂区。叶宵篡改了游戏登出的底层代码，把那里做成了意识陷阱。所有踏入的玩家意识都会被锁死在他搭建的空间里。这个计划是我在内测时期，叶宵背着所有研发人员偷偷立项的。他在游戏里搭建了梦魇工厂，专门吞噬玩家意识，抽干精神力改造成意识傀儡。这些傀儡就是他意识永生计划的核心养料。而能彻底摧毁这个计划，唯一能对抗夜宵游戏最高权限的东西叫星河系统。这是我发现夜宵的阴谋后偷偷嵌入游戏底层核心的终极保险程序。我把它拆成了13个组件，分别藏在了我设计的13座神龛副本里，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神龛碎片。只有集齐13枚神龛碎片，才能拼出完整的星河本体，拿到游戏的最高管理权限。目前我们只拿到了2枚，进度分之23，而第3枚神龛碎片还有我埋在游戏里的星河本体，都在梦魇工厂的核心中枢里。那是夜宵吞噬玩家意识的核心巢穴，也是前世无数顶尖玩家的埋骨之地，更是前世始终没能闯穿的 S 级副本。前世没能救下被困玩家的遗憾翻涌上来。队长，陆婉小姐的生命天依旧平稳，但意识波动还是很微弱。我们用了最高规格的意识温养方案，还是没能唤醒她。我们只能暂时稳住她的意识本源，不让她消散。想要彻底唤醒她，必须要有能修复灵魂本源的力量。星河系统可以做到。星河的核心逻辑就是意识修复与回溯，只要我们拿到星河本体，就能彻底修复陆婉受损的灵魂，唤醒她。明天上午8点，全员集结，闯入梦魇工厂。我们的目标有3个：第一，解救所有被困的玩家意识；第二，拿到第3枚神龛碎片，找到星河本体；第三，彻底摧毁夜宵的意识吞噬计划。放心，我在前开路，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给你劈出一条路来。物资、装备、火力支援全交给我，
保证给兄弟们拉满。我会用真实之眼帮大家看穿所有陷阱和幻境，绝不会让大家出事。程序破解，代码防御，我们姐妹俩包了。行动！陆安姐在基地里好好睡着，咱们可得把这副本给闯穿了，别让她醒了看咱们笑话。系统提示：您已进入 S 级惊悚副本《梦魇工厂》，副本难度地狱级，唤醒心底最深的恐惧与执念。副本通关条件：摧毁工厂核心中枢，解救所有被困玩家意识。灵魂回溯天赋自动启发了。凌晨，醒过来！欢迎来到我的梦魇工厂，好好享受你们的记忆囚笼吧。等你们被执念吞噬，就会成为我最完美的养料。林晨看着墙壁上前世的记忆碎片，眼底闪过一丝警惕。分散在各个记忆囚笼里的众人，能否成功破局？姐，你非要去这个破内测吗？爸妈都走了，我们就剩彼此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办？我的事不用你管，你好好过你的日子，别来烦我。这是苏清言心底最深的执念。妍妍，对不起，当年我不是故意要抛下你，更不是不在乎你。我早就发现了叶宵在内测里的阴谋，必须进去拿到他的犯罪证据，才能保护你，不让你被卷进来。我推开你，是怕叶宵发现你是我的软肋，会对你下手。我失联的这3个月，被他抓去做实验，每天撑着我活下去的，就是一定要活着出来见你的念头。姐，对不起，我误会了你这么久。没事了，妍妍。现在我们姐妹并肩，一起破了叶宵的局。叶灵的记忆囚笼里，又在上演怎样的绝望？叶灵，这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他们。如果不是我，他们不会死。前世的悲剧不是你的错，你活着不是为了活在愧疚里，是为了带着他们的信念好好活下去。这一世，你有我们，我绝不会让你再孤身一人。凌晨，从你在新手公寓救下我的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你了。我想一直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面对所有的风雨，不管是生是死，我都陪着你。往后的路，我们一起走。夏诺被困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伸手不见五指。瞎子，你就是个没用的瞎子！要不是你有真实之眼，谁会带着你？你就是个累赘！夏诺，你的价值从来不是因为真实之眼，你是我们最重要的家人，不管你能不能看见，我们都不会丢下你。这是叶宵的现实本体，还有他在各地布下的12个秘密实验基地。他还和境外势力勾结，想要把全域网络系统都变成他的实验场。这是江氏集团的全部暗杀布局，必须要告诉凌晨哥。凌晨哥，我看到了，我看到叶宵在现实里的位置了，还有他所有的实验基地和布局。江巡的记忆囚笼里，又将上演了怎样的破局？
江巡被困在了父母被暗杀的雨夜别墅里，客厅里满地是血，他的父母倒在血泊里，几个穿着黑衣的人手里拿着沾血的刀，正一步步向年幼的他走来。别插，别碰夜宵的实验，活下去。我真无能，连自己的父母都保护不了。江巡，醒过来，这是幻境！队长，我是不是很没用？除了花钱，我什么都做不好，每次都要你们救我。胡说什么啊！从新手公寓开始，你就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没有你的资源和人脉，没有你一次次豁出性命的掩护，我们走不到今天。江巡，你的父母从来没有怪过你，他们希望你好好活着，更希望你能拿起武器和罪恶对抗，而不是永远活在愧疚里。检测到宿主江巡天赋财富法则于绝境中完成终极进化，功能升级，可通过游戏货币解锁对应权限。新增能力，消耗自身资源，可为全队施加绝对守护屏障。兄弟们，接下来的路，我江巡陪你们闯到底，就算是刀山火海，老子也给你们炸平了！汇合破局，解救被困玩家意识正式开始。凌晨哥，我看到了，锁的核心是13个玩家的意识核心，强行破解会让他们意识消散。凌晨看到了失去孩子的母亲、创业失败的年轻人等玩家的记忆同步给众人。你的孩子从来没有怪过你，他只是希望你能好好走下去。一次失败不代表你的人生就完了，只要活着就有重新开始的机会。错的不是你，是那些伤害你的人。你不用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一辈子。这个疯子竟然在国内藏了这么多实验基地，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人。江巡，把这些坐标和情报立刻传给你父亲和省公安专项专行动组。夜宵在游戏里的阴谋我们来毁，现实里的老巢让警方来拍。所有情报已同步，包括夜宵位置、实验基地、坐标与布局。立刻将所有情报同步给省安保厅和龙国安全部，请求启动雷霆行动。当天下午，全国同步收网，神秘力量突袭实验基地，抓获残余势力，解救无辜群众，缴获实验设备与证据。凌晨，又是你！一定要杀了你！成了，他们行动大获全胜，端掉了夜宵所有的实验基地，救了几百个人。虽然让他本体跑了，但是他在现实里的势力基本全完了。凌晨，你真是好本事啊，竟才端了我现实里的所有基地。不过没关系，只要我拿到星河本体，我就永远不会输。叶灵江巡在前开路，挡住怪物巢，清越青岩，破解主机程序，锁定夜宵弱点，全员背靠背。
可能！你的力量怎么会突然暴涨这么多？凌晨哥，他的弱点在心脏位置，那里是他意识核心的所在地。第3枚神龛碎片到手，星河本体正式激活，13神龛的征程才刚刚开始。检测到3枚神龛碎片已嵌入星河，密钥验证进度3/3。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凌晨，双生意识匹配度87%，灵魂回溯天赋与星河核心逻辑契合度100%，符合基础激活条件。系统提示：星河系统基础权限已解锁，已获得虚境迷城游戏02级管理权限，可修复局部游戏规则，稳定玩家意识数据。队长，陆婉小姐的意识波动稳定了，灵魂受损的情况正在好转，星河的力量真的有效。太好了，陆婉姐终于有救了！等集齐剩下10枚碎片，一定能彻底唤醒她。凌晨催动星河力量，修复陆婉受损的灵魂规模。恭喜玩家凌晨等人成功通关 S 级惊悚副本梦魇工厂，恭喜凌渊阁战队刷新最快通关纪录副本，获得第3枚神龛碎片，解锁雾都主城区全域权限。梦魇工厂的事结束了，但我们的路还没走完，接下来要闯过10座神龛副本，集齐碎片，唤醒陆婉，终结夜宵的阴谋。梦魇工厂副本通关，凌渊阁坐稳第1，清理雾都大半危险，普通玩家迎来安全空间。神秘力量依据副本数据，端掉夜宵3个实验窝点，他的势力正飞速瓦解。队长，外围1500名精英玩家布下3道防线，把钟楼广场围得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这座时间之墟是夜宵时间循环实验的核心场，它在这里模拟意识在时间循环里的留存极限，测试意识能否在无限循环中实现永生。副本内的时间流速完全紊乱，我们会被困在同一天的24小时里无限循环，每一次循环失败都会被吞噬一部分意识，循环超过99次，意识就会彻底消散在时间乱流里。我探测不到副本内部的稳定时间线，所有的代码探测信号都会被时间乱流撕碎，里面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 NPC 都是循环的节点。一旦我们做出的行为偏离了循环轨迹，就会触发时间反噬，被强行拉回循环起点。第4枚神龛碎片就锁在副本最深处的时间枢纽里，只有打破循环才能拿到碎片。凌晨哥，钟楼里困了上千玩家意识，时间枢纽在顶端，还有第4号实验基地的完整数据和人体实验场。不就是时间循环吗？就算循环100次，老娘也能劈碎这破钟楼的时间枢纽。队长，你下令，我们走，我在前头开路。前世闯副本的记忆涌入脑海，双生意识匹配度攀升到90，边界又模糊了一分。队长，陆婉小姐的灵魂损伤已修复60%，集前更多神龛碎片，她恢复的会更快。放心，等我们拿到第4粒碎片，你的意识会恢复得更好。进入副本后，所有人全程绑定时间锚定徽章，无论被卷进哪个循环节点，都不能断开意识共享连接。清月、青岩，你们负责破解循环的底层代码，找到时间线的稳定节点。诺诺，你负责锁定每一次循环的破绽。还有时间枢纽的位置，叶灵、江巡，你们负责应对循环里的时间怪物，守住团队的防线，明白吗？明白。您已进入 S 级神龛副本时间之墟，第1次循环启动，未毁时间枢纽即为失败，意识本源扣至0，将永久消散。众人被拽入各自的回忆幻境，江巡回到童年，叶灵回到雪山任务，林晨回到前世与夜宵的最终之战。循环失败，强制回溯至起点，扣除10意识本源。好家伙，上来就整这出，直接拽进回忆杀，一点反应时间都没有。这就是时间之墟的核心陷阱。
他会用我们心底最深的记忆，制造专属的时间幻境，困住我们的意识，让循环无限失败。我已经看透了循环的底层逻辑，每一次循环，幻境都会比上一次更强。我们必须在每一次循环里找到对应的时间锚点，打破幻境，才能一步步往上走。接下来的循环里，众人一次次经历时间回溯，打破幻境，朝着中流顶端靠近。第10次循环，夏诺的真实之眼突破，能精准找到时间锚点，带着团队避开所有陷阱。第30次循环，苏家姐妹将循环时长延至72小时。第50次循环，叶灵天赋进化劈开通路。第70次循环，江巡觉醒财富法则撑起屏障。凌晨双生意识共振，可回溯团队5秒内状态。终于，第99次循环。凌晨闯过99层，抵达天台，时间枢纽就在眼前。闯入者，永远留在时间循环里吧。你们的意识不该被永远困在这无尽的循环里。你们的家人还在现实世界里，等你们回家。恭喜玩家凌晨等人通关 S 级神砍副本时间之虚。凌渊阁拿下全服首通，刷新最快纪录。凌晨获得第4枚神砍碎片及其4分13，解锁时间规则临时修改权限。副本通关瞬间，神秘力量收到凌晨传来的实验基地数据，立刻出动人员端掉夜宵的实验场。队长，陆婉小姐的灵魂损伤已经修复了70%。他的脑电波已经接近正常人的水平了。雾都主城区的地下熔岩洞穴，终年翻涌着滚烫的岩浆，空气中弥漫着灼烧灵魂的炽热气息。洞穴深处的巨型火山口，就是第5座神砍副本灵魂熔炉的入口。火山口中央悬浮着一座通体漆黑的熔炉，熔炉里翻涌着墨绿色的灵魂之火，任何靠近的活物都会被瞬间抽离灵魂本源，沦为熔炉的养料。这里是夜宵灵魂吞噬实验的核心复刻场，也是他筛选永生适配体的屠宰场。时间之虚副本通关后的3天里，凌渊阁的势力已经覆盖了雾都主城区70%的安全区。苏清月与苏清妍姐妹俩用星河解锁的2级权限，修复了游戏里数十个恶意副本的死亡规则，让数百万普通玩家脱离了生死危机。而现实里，神秘力量根据时间之虚里拿到的实验数据，顺藤摸瓜清剿了夜宵5个零散的实验窝点。他在国内的势力正在持续瓦解。队长，外围2000名精英玩家已经守住了熔岩洞穴的所有出入口，3层灵魂防护结界已经布好，绝对不会给夜宵的残余势力任何偷袭的机会。灵魂免疫护符、本源稳定药剂、精神力增幅装置，全给兄弟们拉满了。就算是熔炉的核心区域，也能扛住灵魂侵蚀。这座灵魂熔炉是夜宵灵魂吞噬实验的最终场，他在这里搭建了灵魂力场，会持续抽取玩家的灵魂本源，越靠近熔炉核心，压制力越强，灵魂本源被抽离的速度就越快。他想要通过吞噬足够多的强大灵魂，淬炼出能承载他永生意识的完美容器。副本里所有的敌人都是被他抽干灵魂本源的玩家与实验体。熔炉一共分为9层，每一层都有对应的灵魂力场压制。越往核心走，我们的天赋技能效果就会被压制得越厉害。第9层的熔炉核心里锁着第5枚神砍碎片，还有夜宵与境外势力勾结的完整证据，以及现实里第5号边境实验基地的坐标与走私路线。凌晨哥，
熔炉里困了上千名玩家的灵魂，用无数被吞噬的灵魂淬炼出的熔炉之主。他的身体里藏着神龛碎片，还有，我看到了境外的武装势力，他们正在通过边境口岸给夜宵运送实验试剂和武器。管他是什么熔炉之主，敢吞噬玩家的灵魂，老娘就把他连锅带炉一起劈碎。队长，我们走，我在前头开路。就算是灵魂被烧，我也能给你们劈出一条路来。前世我闯这座灵魂熔炉副本时，团队成员的灵魂本源被熔炉持续吞噬，最终有2名队友为了掩护我，被熔炉彻底吞噬，意识永久消散。而这一世，我绝不会让这样的悲剧再次上演。队长，陆婉小姐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我们跟她说话，她的脑电波会出现明确的波动，只是还没办法醒过来。等我们拿到第5枚碎片，就离唤醒你更近一步了。进入熔炉后，所有人全程保持灵魂链接，江巡全程开启灵魂防护屏障，诺诺全程锁定灵魂侵蚀的源头，清月轻言用代码屏蔽熔炉的立场压制，叶灵在前开路。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让灵魂之火触碰到身体，明白吗？我们走。系统提示：副本通关条件：抵达熔炉第9层，击杀最终 BOSS 熔炉之主，摧毁灵魂熔炉核心。系统提示：警告：灵魂本源流失至0时，意识将被熔炉永久吞噬，无法复活。这些东西杀不死，他们和灵魂火海融为了一体。他们的核心是对生的执念。清月轻言，用代码搭建意识安抚子通道。诺诺，用你的精神力安抚他们的意识波动。我来唤醒他们的本心。你们不是怪物，你们是活生生的人。你们的家人还在现实世界里，等你们回家。那些原本疯狂扑来的怨灵渐渐停下了动作，半透明的身体里露出了一张张痛苦的脸。谢谢你们，我们终于解脱了。众人一路向下，闯过了一层又一层的熔炉关卡。他们经历了越来越强的灵魂立场压制，面对了越来越强大的亡灵怪物，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掉队。第5层，夏诺的真实之眼完成了终极突破，它可以彻底屏蔽灵魂侵蚀，精神力阈值突破了游戏上限，哪怕是熔炉最深处的立场压制，也无法再影响他的感知。第7层，叶灵的极限战区突破了灵魂层面的限制，哪怕灵魂本源被持续吞噬，也能越战越勇，受伤越重，灵魂力量分布就越高。并集中劈开了拦路的熔岩巨怪，为团队开辟出了通往第9层的通道。闯入者，成为熔炉的养料吧！凌晨的眼底金光暴涨，灵魂回溯的天赋被他催动到了极致。强行回复了即将炸开的灵魂火柱，将其彻底消解于无形。恭喜凌渊阁战队拿下灵魂熔炉，全服首通，刷新 S 级副本最快通关记录，通关时长8小时22分。玩家凌晨已获得第5枚神龛碎片，神龛碎片已集齐5/3。解锁游戏灵魂规则，临时修改权限。Temporary access activated. 副本通关的瞬间，现实世界的边境口岸，数十辆边防警车与缉毒艇组成的编队，正朝着夜宵的第5号边境实验基地飞速驶去。
江父收到了凌晨传来的完整坐标与走私路线，立刻同步给了安保专项行动组。边防部队与缉毒支队联手，突袭了这座藏在边境密林里的秘密实验基地，成功拦截了夜宵的境外走私队伍，端掉了他的边境实验基地，抓获了所有涉案人员，缴获了大量的违禁实验试剂与走私武器。夜宵在边境的势力被彻底连根拔起。回到林渊阁基地，林晨第一时间带着第5枚神龛碎片来到了医疗区。星河的金光笼罩住吴军仓，陆婉的眼睫毛第一次出现了清晰的颤动。凌晨，陆婉的灵魂损伤已经修复了85%，他刚才眼睫毛动了，他能清晰地感知到外界的声音了。经历过灵魂熔炉一战，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得到显著的成长，距离集齐13枚碎片，距离与夜宵的终局之战又近了一大步。灵魂熔炉落幕，第6座神龛副本，数据深渊的乱流正在向他们袭来。雾都主城区的星穹科技大厦地下机房，数千台服务器闪烁着幽绿的光芒，无数行乱码在屏幕上飞速滚动。机房中央的巨型主机正源源不断地涌出无序的代码乱流，形成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这里就是第6座神龛副本数据深渊的入口，也是夜宵网络攻击程序的虚拟复刻场，更是它用来篡改游戏规则、抹除玩家意识的核心巢穴。灵魂熔炉副本通关后的5天里，林渊阁已经成为了全服玩家心中的守护者。凌晨带着团队用星河解锁的权限，解救了数十个被困在恶意副本里的玩家团队，数百万玩家纷纷加入林渊阁。公会的核心玩家数量突破了600万，而现实里，神秘力量根据灵魂熔炉里拿到的走私证据，打掉了夜宵与境外势力勾结的整条链条。他的现实势力已经濒临崩溃。队长，外围3000名精英玩家已经守住了星穹科技大厦的所有出入口，大厦的网络系统已经被我们彻底接管，绝对不会给夜宵任何远程偷袭的机会。代码防火墙、数据稳定器、意识锚定程序全给兄弟们备齐了，就算掉进代码乱流里，也能稳稳把意识拉回来。这座数据深渊是夜宵用游戏底层代码搭建的无序数据空间，也是他在内测时期就留下的终极后门。副本内充满了无序的代码乱流，会持续篡改玩家的游戏数据，抹除玩家的意识记忆，甚至能直接删除玩家的意识本源。他在这里测试网络攻击程序，想要通过游戏服务器入侵全国的网络系统，为他的意识永生计划铺路。我探测不到副本内部的稳定代码流，所有的探测信号都会比上一层更狂暴。越往深处走，我们意识数据被篡改的风险就越高。第6枚神龛碎片就在深渊最底部的核心主机里，那里还有夜宵编写的终极网络攻击程序，以及现实里第6号网络攻击基地的服务器地址与后门程序。凌晨哥，深渊里困了数百名顶尖的程序员玩家，他们的意识数据被乱流篡改，快要被彻底删除了。核心主机里有很强烈的神龛碎片波动，还有无数被夜宵锁死的玩家意识数据。我还看到夜宵的程序正在攻击国内的民生网络系统，还有3天，他就要发动全国范围的网络攻击。虽然老娘不懂这些乱七八糟的代码，但是谁想动我们的人，老娘就把他的破服务器劈个稀碎。清月、青妍姐，你们负责破解代码，我负责守住你们的身后，保证没有任何怪物能打扰到你。前世我闯这座数据深渊副本时，苏家姐妹为了破解夜宵的终极程序，被代码乱流反噬，意识差点被彻底删除，最终落下了不可逆的精神损伤。而这一世，我绝不会让这样的悲剧再次上演。队长，陆婉小姐能完全听懂我们说的话。我们跟她说，你们要闯数据深渊副本，她的脑电波立刻出现了强烈的波动，像是在给你们加油。
放心，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等集齐碎片，就立刻唤醒你。进入副本后，所有人全程绑定意识数据锚点，绝对不能脱离队伍。清月、青眼，你们负责破解代码乱流，搭建稳定的数据通道。好的。诺诺，你负责锁定被篡改的意识数据，还有隐藏的程序陷阱。叶灵、江巡，你们负责应对数据怪物，守住团队的防线。我们走。副本通关条件：抵达深渊第7层，摧毁核心主机，击杀最终 BOSS 数据之主。意识数据被完全篡改时，玩家意识将被永久删除，无法复活。这些东西打散了，还能重组，根本杀不死。他们的核心是底层代码的漏洞，只有抹除漏洞，才能彻底消灭他们。清月、青岩，我已经找到了这一层的稳定代码节点，我把坐标同步给你们，你们负责搭建稳定通道。诺诺，你负责锁定被乱流困住的玩家意识，我们把他们一起救出来。众人一路向下，闯过了一层又一层的代码乱流，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程序陷阱，解救了数百名被困在乱流里的玩家。第2层，苏家姐妹联手破解了夜宵的代码防火墙，搭建出了永久的稳定数据通道，让乱流再也无法侵蚀众人的意识数据。第4层，夏诺的真实之眼突破了数据层面的限制，它可以看穿所有的代码漏洞与程序后门，精准地定位到每一个被篡改的玩家意识，哪怕是被夜宵锁死的意识数据，它也能一点点剥离出来。第6层，江巡的财富法则兑换了顶级的服务器权限，为苏家姐妹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持，硬生生在狂暴的代码乱流里，开辟出了一条通往第7层的安全通道。叶灵则守住了通道的入口，将所有偷过来的数据怪物尽数劈碎，为苏家姐妹争取了足够的破解时间。终于，众人闯过了前6层，抵达了数据深渊的第7层核心区域。一座巨型的核心主机矗立在乱流中央，屏幕上闪烁着夜宵的终极网络攻击程序第6枚神砍碎片，就镶嵌在主机的核心芯片里。而主机旁悬浮着一个由无数乱码凝聚成的人形怪物，正是副本的最终 BOSS 数据之主。检测到非法闯入者。就在删除代码袭来的瞬间，凌晨的双生意识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共振。前世在数据深渊里，我就是在这里用自己的意识为引，强行回溯了夜宵的删除程序，才保住了苏家姐妹的意识。而这一世，我彻底接纳了前世的记忆与力量。灵魂回溯的天赋被凌晨催动到了极致，强行回溯了即将生效的删除程序，将其彻底逆转。清月、青岩，就是现在，他的核心漏洞暴露了！凌晨的声音穿透了代码乱流，苏家姐妹立刻反应过来。恭喜玩家凌晨、苏清月、苏清岩、叶灵、江巡、夏诺成功通关 S 级神砍副本数据深渊。恭喜凌渊阁战队拿下数据深渊全服首通，刷新 S 级副本最快通关记录，通关时长10小时05分。玩家凌晨已获得第6枚神砍碎片，神砍碎片已集齐6/13，解锁游戏代码规则临时修改权限。副本通关的瞬间，现实世界的龙国网络安全指挥中心里瞬间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技术人员根据凌晨传来的服务器地址与后门程序同步展开了雷霆行动，彻底摧毁了夜宵在境外搭建的数十个网络攻击节点，拦截了他即将发动的全国性网络攻击，守住了国内的民生网络系统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夜宵在网络领域的全部势力被彻底连根拔起。队长，陆婉小姐彻底清醒了，她刚才睁开眼睛认出我们了，只是身体还被沉睡状态束缚着，无法做出更多的动作。只要集齐剩下的神龛碎片，激活完整星河，她就能立刻醒过来。数据深渊一战，苏家姐妹联手解锁了星河的2级权限，可临时改写游戏的底层代码，获得了对抗夜宵程序的核心能力。凌晨的双生意识匹配度突破 95%， 灵魂回溯天赋可以强行回溯被篡改的意识数据，哪怕是被删除的意识，也能强行拉回。凌晨看着手腕上的6枚神龛碎片印记，眼底满是坚定。距离集齐13枚碎片，距离与夜宵的终局之战已经走完了近一半的路程。雾都主城区的废弃精神病院，终年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斑驳的墙壁上布满了抓痕。病房里传来若有若无的低语声，每一道声音都在精准的戳中听者心底最深的执念。医院的中央大楼就是第7座神龛副本执念囚笼的入口，也是夜宵意识控制实验的虚拟复刻场，更是它用来磨灭玩家自我意识、制造意识傀儡的核心场所。数据深渊副本通关后的1周里，凌渊阁已经彻底掌控了雾都主城区 80% 的区域。凌晨带着团队，用星河解锁的2级权限修复了游戏里大部分的恶意规则，开启了多个安全副本的限时登出通道，让身体不适的玩家能暂时回到现实世界休养。而现实里，龙国安保小队根据数据深渊里拿到的程序后门，清剿了夜宵在全球范围内的上百个网络攻击节点。他的势力已经土崩瓦解。江巡站在精神病院的大门前，手里握着一枚特制的破网徽章，脸上满是沉稳与坚定。队长，外围4000名精英玩家已经守住了精神病院的所有出入口，5层执念防护结界已经布好，绝对不会给夜宵的残余势力任何可乘之机。破网徽章、本系锚定药剂、幻境免疫 buff 全给兄弟们拉满了，就算是陷入幻境，也能在10秒内挣脱出来。这座执念囚笼是夜宵意识控制实验的最终场，他在这里搭建了7层幻境囚笼，每一层都对应着人心最深的执念：亲情、友情、爱情、财富、权力、生死、自我。玩家一旦踏入，就会被拖入专属的幻境囚笼，只有彻底放下执念，与自己和解，才能打破幻境，走出囚笼。他想要通过这个实验，找到彻底控制人类意识的方法，让所有玩家都沦为他可以随意操控的傀儡。幻境囚笼一共有7层，每一层的幻境都会比上一层更真实，更能戳中人心底的软肋。一旦在幻境里迷失自我，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意识就会被永久困在囚笼中，成为幻境的一部分。第7枚神龛碎片就锁在精神病院最深处的本心楼里，还有现实里第7号精神控制实验基地的完整数据，以及夜宵用来控制实验体的意识植入程序。凌晨哥，医院里困了上千名玩家，他们已经在幻境里迷失了几个月，意识快要彻底被同化了。本心楼里有很强烈的神龛碎片波动，它能操控所有人的幻境，放大我们心底的执念。不就是幻境吗？老娘就算是经历100次幻境，也绝不会忘了自己是谁，忘了队长，忘了我们的家人。这一次，我自己来打破我的执念，不用你们再护着我。凌晨垂眸看向手腕上的6枚神龛碎片，碎片正与本心楼里的碎片产生强烈的共振。前世那道浴血归来的意识，再次与他的本我意识产生了共振。前世他闯这座执念囚笼副本时，团队里的所有人都陷入了幻境，他花了整整3天3夜，才一个个唤醒迷失的队友。可最终还是有2名玩家永远困在幻境里，再也没有醒过来。而这一世，他要带着所有人一起打破执念，完成自我救赎。凌晨指尖微微收紧，眼底闪过一丝了然的温柔与坚定。前世的他在执念囚笼里经历了无数次的幻境轮回，才最终明白，幻境的本质从来不是磨灭，而是直面。他的双生意识在这一刻彻底和解。前世的复仇者与今生的守护者再也没有了彼此的边界，双生意识的匹配度从 95% 悄然攀升到了 98%， 只差最后的临门一脚就能彻底融合。他抬手接通了医疗区的通讯，屏幕上立刻传来了陆婉的实时画面。这1周里，他每天都会用星河的力量为陆婉的意识注入修复能量。屏幕上的数据显示，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意识时刻保持着清醒。队长，陆婉小姐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她让我告诉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她在基地里等着和大家团聚。我们一定会带着第7枚碎片回来，很快就能和你团聚了。进入副本后，无论你们陷入了什么样的幻境，无论里面的一切多么真实，都不要忘了你们是谁，你们身边的人是谁。我们是家人，无论幻境有多难，我都会找到你们。准备好了吗？
系统提示：你已进入 S 级神砍副本执念囚笼，幻境机制已激活，当前处于第1层执念囚笼，打破7层幻境囚笼，直面本心，抵达本心楼，击杀最终 BOSS 执念之主。系统提示：警告，在幻境中彻底迷失自我，意识将被永久困在副本内，无法复活。叶灵，跑！活下去！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们牺牲。江巡陷入了父母被暗杀的雨夜幻境里，他回到了父母倒在血泊里的那一刻。黑衣人举着刀，一步步向年幼的他走来。这一次，他没有再装作纨绔子弟逃避现实，而是握紧了手里的枪，挡在了父母身前，与黑衣人殊死搏斗，护住了自己的家人。爸妈，这一次我能保护好你们，也能保护好我的队友。幻境破碎的瞬间，他彻底解开了心底的枷锁，财富法则完成了终极觉醒，成为了团队最坚不可摧的守护核心。苏清月与苏清言陷入了3年前决裂的雨天幻境里。苏清月看着眼前哭着拦住自己的妹妹，再也没有说出冰冷的话语，而是抱住了她，告诉了她夜宵的阴谋，告诉了她自己的顾虑。对不起，妍妍，姐姐不该抛下你，不该瞒着你所有事。代码重构天赋完成了终极融合，姐妹俩联手可以破解游戏世界里的任何底层代码，哪怕是夜宵亲手写的核心程序。夏诺陷入了双目失明的童年幻境里，他回到了被同学嘲讽瞎子累赘的那一天，周围全是恶意的嘲笑与谩骂。这一次，他没有再缩在角落里默默流泪，而是抬起头，开启了真实之眼，金色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教室。我不是瞎子，我能看到你们看不到的东西。我的眼睛从来都不是我的软肉。而凌晨陷入了前世最终之战的幻境里，他回到了核心中枢，身边的队友一个个倒下，苏清言、叶灵、夏诺、江巡一个个死在了他的面前，最终只剩下他一个人与夜宵同归于尽。无边的黑暗里，前世的遗憾、痛苦、无能为力，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可这一次，他没有再被执念困住，而是握紧了手里的开山斧，对着幻境里的黑暗一字一句的开口：前世的遗憾，我今生已经弥补，我不再是孤身一人，我有我的家人，我的队友。这一世，我绝不会让他们再受到任何伤害。这句话落下的瞬间，幻境瞬间破碎。凌晨睁开眼时，已经身处精神病院的本心楼前。叶灵、江巡、苏家姐妹、夏诺已经站在了这里，每个人的眼底都没了往日的阴霾，只剩下释然与坚定。他们都靠着自己的力量打破了执念囚笼，完成了自我救赎。众人相视一笑，无需多言，彼此都懂了对方的成长。他们一同推开了本心楼的大门，踏入了副本的最终核心区域。本心楼的中央悬浮着一枚金色的神龛碎片，正是第7枚神龛碎片，而碎片旁站着一个由无数玩家的执念凝聚成的 BOSS 执念之主。他能随意操控幻境，放大人心底的执念，哪怕众人已经打破了自己的囚笼，依旧被他的力量影响。眼前再次出现了幻境的虚影。放下执念，可笑。人只要活着，就永远会被执念困住。抬手就发动了终极幻境，想要把众人再次拖入无尽的执念囚笼里。就在幻境袭来的瞬间，凌晨纵身跃起，周身亮起了纯粹的金色光芒。他的双生意识在这一刻彻底完成了和解，今生的所有力量、所有记忆、所有执念都汇聚在一起。他的灵魂回溯天赋被催动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不仅回溯了幻境，更唤醒了所有被困在囚笼里的玩家意识。真正的放下，从来不是没有执念，而是守住本心，带着执念与遗憾，更好的活下去。凌晨的声音穿透了层层幻境，传入了每一个被困玩家的意识里，也击碎了执念之主的核心。无数被唤醒的玩家意识开始疯狂反噬执念之主的本体，剧烈的爆炸声响起，执念之主彻底湮灭在了本心楼里，整个精神病院的幻境迷雾瞬间彻底消散。全服公告：恭喜玩家凌晨、苏清月、苏清言、叶灵、江巡、夏诺成功通关 S 级神龛副本执念囚笼。全服公告：恭喜凌渊阁战队拿下执念囚笼，全服首通，刷新 S 级副本最快通关记录。
通关时长3小时17分。全服公告：玩家凌晨已获得第7枚神龛碎片，神龛碎片以及其7/13解锁游戏意识规则，临时修改权限。副本通关的瞬间，现实世界的安全专项行动小组立刻收到了凌晨传来的第7号精神控制实验基地的完整数据。警方联合精神医疗专案组，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了雷霆行动，突袭了10余家私立医院里的秘密实验点，端掉了夜宵隐藏在精神医疗系统里的全部势力，抓获了上百名涉案的医生与研究人员。夜宵在精神医疗领域布局了10几年的网络被彻底连根拔起。回到凌渊阁基地，凌晨第一时间带着第7枚神龛碎片来到了医疗区。星河的金光笼罩住吴军仓，陆婉对着吴军仓外的众人露出了一抹浅浅的笑容。医疗团队的所有人瞬间哭成了一团。队长，陆婉小姐笑了，她能通过玻璃看到我们，能和我们互动了。她的灵魂损伤已经完全修复了，现在只需要集齐剩下的6枚碎片，激活完整星河，打开吴军仓，她就能立刻出来和我们团聚了。执念囚龙一战，团队所有人的天赋都完成了终极进化，彼此之间的默契达到了顶峰。他们闯过了7层幻境，直面了心底最深的执念，完成了自我救赎，成为了真正不可分割的家人。凌晨看着手腕上的7枚神龛碎片印记，发出了耀眼的金光。他抬眼看向基地窗外的游戏世界，阳光穿透云层，洒在了雾都主城区的每一个角落。距离集齐13枚碎片，距离与夜宵的终局之战，已经走完了大半的路程。执念囚笼落幕，剩下的6座神龛副本，我们终将一一。距离第7枚神龛碎片入手，已经过去了1周。这1周里，凌渊阁的势力已经覆盖了雾都主城区90%的安全区，500万核心玩家组成的巡查队，彻底清剿了夜宵在主城区残留的所有意识傀儡，守护了数千万玩家。队长，水下装备全给兄弟们拉满了，抗压、防精神侵蚀、无限氧气 buff 全叠满了，就算是下到马里亚纳海沟都没问题。外围1000名精英玩家已经守住了港口，防止夜宵的残余势力偷袭。队长，陆婉小姐的生命体征依旧平稳，灵魂损伤修复进度停留在60%，她的意识依旧处于保护性沉睡状态，暂时没有苏醒的迹象。不过，我们按照您的要求，把副本的实时坐标同步到了她的意识交互仪里。如果她的意识有波动，会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执念囚笼副本通关后，我每天都会用星河的力量为陆婉修复灵魂脉络。可落霞荒村一战里，陆婉献祭了全部本命咒印，灵魂本源受损太过严重，始终没能从沉睡中醒来。这1周里，医疗团队整理陆婉留下的咒印手札时，发现了他提前写下的缚灵阵变种破解图谱，其中就包括深海遗墟副本里的水下咒印陷阱破解方法。这个副本是夜宵在内测时期搭建的深海意识实验场，核心是意识剥离实验。他用深海的极致压力与隔绝环境模拟意识脱离肉体的状态，测试意识在绝对孤立环境下的留存极限，为他的意识永生计划提供核心数据。副本内的水压会随着下潜深度不断增强，同时会持续剥离玩家的意识，越往深海走，越容易陷入孤立幻境，最终意识彻底消散在深海里。我探测不到副本内部的任何数据，所有的代码探测信号都会被深海的乱流吞噬。里面是完全封闭的水下规则空间，一旦踏入，除了通关，没有任何上浮退出的通道。第8枚神龛碎片就在沉船的核心舱里，还藏着现实里第8号实验基地的全部信息。另外，陆婉小姐留下的手札里明确标注，这艘沉船里布着3层水下缚灵结界，每一层的生门都会随洋流变动。破解图谱，我们已经同步到所有人的终端里了。凌晨哥，海平面下3000米的沉船里有很强烈的神龛碎片波动，但是沉船周围全是幻境立场，还有无数被实验吞噬的玩家意识体，他们已经和深海环境融为了一体，很难被发现。陆婉姐标注的结界我也看到了，每一层都困着不少玩家的意识。管它是什么深海怪物还是幻境，水里的战斗我也熟。陆婉小姐留下的破解图谱我们都记熟了。队长，你下令我们走，我在前头开路，就算是深海任务，我也给你辟出一条安全的路。
前世我闯这座深海副本时，团队折损了近半核心成员，最终也没能拿到完整的实验数据，让夜宵的沿海实验基地多运转了整整2年。而这一世，我带着完整的团队，还有陆婉用生命留下的破解手札，早已没有了后顾之忧。双生意识的匹配度从执念囚笼副本后的95%，悄然攀升到了96%，2道意识的边界又模糊了一番。等我们拿到第8枚碎片，一定会让你醒过来。深海遗墟是夜宵的第8座神坎副本，进去之后，所有人全程保持意识链接，不得脱离队伍超过5米，全程按照陆婉留下的图谱破解咒印陷阱，明白吗？明白。左前方30米有12只意识体正在靠近。陆婉小姐的图谱里标注了他们的执念核心。这些东西杀不死，他们和深海环境融为了一体。他们的核心执念是被孤立的绝望。清月、清言用星河代码搭建意识共享通道，把我们的团队意识链接传递给他们，唤醒他们的本心，就能化解执念。我们终于不是一个人了。我们一路下潜，终于抵达了海平面下3000米的沉船残骸。这艘100年前的远洋巨轮，此刻已经锈迹斑斑，船身被深海压力压得变形，无数黑色的皱纹爬满了船体，正是深海遗墟副本的核心所在地。船身的入口处布着一道厚厚的意识屏障，这是夜宵用数百名实验体的意识搭建的终极防御，普通的攻击与代码根本无法破开。入口的屏障是3重附灵结界，生门在船身左舷第3根龙骨处。陆婉小姐留下的图谱里标注了完整的破解咒印顺序。闯入者死。前世我花了整整3个小时才找到的 BOSS 弱点，这一世在陆婉提前留下的图谱指引下，我一眼就看穿了。恭喜玩家凌晨、苏清月、苏清言、叶灵、江寻、夏诺成功通关 S 级神坎副本深海遗墟。恭喜凌渊阁战队拿下深海遗墟全服首通，刷新 S 级副本最快通关记录，通关时长1小时42分。玩家凌晨已获得第8枚神坎碎片，神坎碎片以及其8/13，解锁游戏海洋区域全域权限。就在副本通关的瞬间，现实世界的东海海面上，这是凌晨传来的完整坐标与走私路线，立刻同步给安全专项行动组。突击队与安保队员联手，突袭了这座藏在海岛地下的秘密实验基地。行动大获全胜，突击队截获了他准备运往境外的大量实验设备与违禁试剂。夜宵在海上的势力被彻底连根拔起，
队长，陆婉小姐的意识波动又强了，她的灵魂损修复进度大幅提升。按照这个速度，集齐13枚碎片后，我们一定能彻底唤醒她。深海一续一战，团队每个人的天赋都迎来了新的突破。夏诺的真实之眼可以在水下无视水压与浑浊，看穿1000米外的意识波动。叶灵的极片战区彻底适应了无重力、高阻力的极端环境，解锁了水下无阻力战斗形态。苏家姐妹的代码重构，可以在极端环境下搭建稳定的意识共享通道，篡改局部环境规则。江巡的财富法则已经可以兑换突破物理规则的特殊装备，成为了团队最坚实的后勤保障。距离集齐13枚碎片，距离唤醒陆婉，距离与夜宵的终局之战又近了一步。雾都主城区的西北角废弃精神病院，这里是夜宵脑死亡实验的虚拟复刻场，第9座神龛副本，死寂医院的入口。深海遗墟副本通关后的10天里，林渊阁已接管游戏80%的安全区。苏清月与苏清言用星河2级权限修复了大半规则漏洞。现实中，安保组顺着深海实验数据清剿了夜宵10几个窝点，他的势力已濒临瓦解。队长，外围2000名精英玩家布了3道防线，监控全标记好了，防护仪能抵御90%的精神侵蚀。兄弟们都准备好了。这座医院是夜宵的脑死亡实验核心，副本规则是五感剥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会依次消失，最终陷入感官封闭的濒死幻境，意识永久消散。医院共9层，对应脑死亡的9个阶段。第9枚神龛碎片在顶层实验主机里，还藏着第9号医疗实验基地的完整数据。这些皱纹和落霞荒村的富林镇同源，常规代码根本破不开。陆婉，医院里的皱纹是富林镇的变种，我把每一层的生门、破解口诀都标出来了。第1层的咒锁在消防柜夹层，用我给的反向符印就能解开。五感剥夺的每一层都有对应的意识锚定节点，我会全程同步给你们。深海遗墟副本后，陆婉的灵魂损伤已修复90%，意识彻底清醒，只是长期沉睡导致身体还无法自主行动，便主动坐镇基地医疗区，凭借着对夜宵咒印的绝对了解，为团队提供全程破解指引。凌晨哥，医院里困着上千名玩家意识，五感已被剥夺大半，每层都有实验体 BOSS， 他们靠意识波动定位，没有五感却异常敏锐。陆婉姐说的锚定节点我也看到了，和他标注的分毫不差。五感消失又怎样？就算下了龙了，我也能宰了这些怪物。陆婉姐在后面给咱们指路，稳得很。队长，我开路。当年我因五感全失，差点困死幻境，全靠队友牺牲才得以脱身。而这一世，我不仅有完整的团队，还有陆婉精准的咒印破解指引，再也没有后顾之忧。陆婉，全程就拜托你了。放心，有我在，没人能困得住你们。进入医院后，全程保持意识链接，哪怕五感全失也不能断开。清月、清言用陆婉给的咒印密钥破解程序，诺诺用精神力指引方向，叶灵、江巡正面牵制怪物。记住，陆婉在基地等着我们，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明白。您已进入死寂医院副本第1层，感官剥夺机制已激活，视觉将在10分钟后逐步失效。他们的命门在胸口的实验芯片，收敛意识波动，精准攻击芯片位置。陆婉，第2层的咒锁破解方法。左拐第3个病房的病历本里有第2层的门禁密钥，芯片的破解代码我同步给青岩了。
您已进入副本第2层，视觉剥夺已生效，听觉将在8分钟后逐步失效。系统提示：你已进入第2层，视觉系统即将失效。真看不见了！大家别慌，跟着我的精神力指引走。我的真实之眼突破了视觉限制，能感知周围千里细节。陆婉姐同步了无感波的抗上性代码，青莹姐已经注入意识链接了。所有人跟着我的意识节奏走。叶灵左前方3米有实验体，江巡右后方5米，避开地面的皱纹陷阱。闯入者成为实验体吗？叶萧的实验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意识的意义是与身边人并肩，不是脱离肉体的永生。恭喜凌渊阁战队首通死寂医院第9枚神龛碎片已获得，解锁游戏医疗区域全域权限。现实中，调查员收到实验基地数据，突袭了10余家私立医院的秘密实验点，抓获上百名涉案人员，解救了100多名昏迷患者。叶萧在医疗系统的10几年布局被彻底摧毁。返回凌渊阁基地，我第一时间赶到医疗区。队长，陆婉小姐的灵魂损伤已修复95%，现在能自主使用咒印能力，甚至能通过星河残留权限远程协助破解副本程序。死寂医院副本通关后的2周里，凌渊阁已经成为了游戏里绝对的秩序制定者。我带着团队用星河解锁的权限修复了游戏里大部分的死亡陷阱，为普通玩家开辟了安全的副本通道。数千万玩家终于不用再时刻面对死亡的威胁。而现实里，调查员根据死寂医院里拿到的实验数据，再次清剿了叶萧数十个隐藏的实验窝点。他在现实里的势力已经所剩无几。队长，外围3000名精英玩家已经守住了火车站的所有出入口，连铁轨的两端都布下了防线。列车上需要的所有装备、防护道具、增益药剂，我全给兄弟们备齐了。就算是开到世界末日，也绝对够用。这趟末日列车是夜宵群体意识控制实验的核心场，它通过列车广播、站点环境、车票信息，对乘客进行潜意识植入，实现对大规模群体的意识控制，测试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被意识操控的极限阈值。他想要通过这个实验实现对全球数千万玩家的群体意识控制，让所有人都成为他的意识傀儡。这趟列车是涌动的，会在12个末日站点之间无限循环，每停靠1个站点，就会触发1次群体意识植入，玩家会被强行植入对应的身份与记忆，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彻底沦为列车的傀儡。只有打破每一个站点的意识催眠，让列车继续前进，最终抵达终点站，摧毁核心控制主机，才能通关副本。一旦在循环中迷失，就会永远被困在列车上，成为行尸走肉。列车上的意识催眠程序和富林镇的底层逻辑同源，常规的代码屏蔽根本撑不过3个站点。我已经拆解了催眠程序的底层逻辑，12个站点，每一个站点的催眠锚点我都标出来了。每到1个站点，我会同步给你们对应的破解咒印，能直接屏蔽潜意识植入。还有，列车的涌动核心在车头主控室，和第10枚神龛碎片绑定在一起。夜宵在里面埋了富林湮灭阵的变种，我会全程给你们同步破解方法。死寂医院副本通关后的2周里，陆婉的身体恢复速度远超预期，已经能短暂做起身，意识与精神力更是完全恢复，对夜宵咒印的拆解能力也越来越精准。凌晨哥，列车来了，它上面有很强烈的神龛碎片波动，碎片就在列车的终点站主控室里。但是列车上已经有上千名被意识控制的玩家傀儡，还有12个站点对应的 BOSS， 他们都是被夜宵彻底操控的实验体。还有，主控室里有现实里第10号交通枢纽实验基地的完整数据。夜宵准备通过全国的交通广播系统，发动大规模的群体意识控制。
不就是意识催眠吗？老农就算是被植入100次记忆，也绝不会忘了自己是谁，忘了队长，忘了陆完姐给咱们的破解方法。列车来了，我们上车，我倒要看看叶宵这老小子能玩出什么花样。前世我闯这趟末日列车时，团队里的大部分成员都在站点循环里迷失了自我，最终只有我一个人闯到了终点站，却没能摧毁核心主机，让夜宵的群体意识控制激活，差点在现实里实施成功。而这一世，我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双生意识已攀升至97%。陆婉，这一路就靠你了。放心，有我在，绝不会让你们陷入循环里。上车之后，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你们被植入了什么样的记忆，都要记住，你们是凌渊阁的人，是彼此的家人。全程保持意识链接，一旦有人迷失，其他人必须第一时间唤醒他，明白吗？明白。欢迎乘坐末日列车001号班次，本次列车将循环停靠12个末日站点，请各位乘客凭票上车，对号入座。祝您旅途愉快。哦。末日降临，末日降临，迎接死亡吧！列车即将抵达第一站点末日废土，群体意识植入已启动，请各位乘客做好准备。众人进入末日废土幻境，被植入末日幸存者的记忆，只剩活下去的目标。江巡被植入了在末日里苟活的富二代的记忆，叶灵被植入了末日雇佣兵的记忆。苏家姐妹被植入了科研人员的记忆，夏诺被植入了孤儿的记忆。凌晨凭前世记忆打破催眠，陆婉的破解咒印同步到他意识中。醒过来，这是幻境，记住你们是谁。差点就栽进去了，这意识植入也太邪门了。还好有陆婉姐的咒印和队长。这只是第一站，后面还有11个站点，每一个站点的意识植入都会更强，大家务必守住本心，不要被幻境迷惑。陆婉，下一站的破解方法，提前同步给我们。已经同步到你们终端了。下一站的催眠锚点在列车广播的低频声波里。我给你们的咒印能直接屏蔽。列车一路疾驰，我们经历了废土站点、雪地站点、淹没站点、生存站点等等，每一个站点都会触发一次更强的群体意识植入，每一次都有人差点彻底迷失在幻境里。可每一次我都会用灵魂回溯天赋，唤醒迷失的队友。夏诺的真实之眼都会看穿幻境的破绽，找到通往下一站的车票。苏家姐妹都会破解广播里的催眠代码，屏蔽意识植入的信号。叶灵都会斩杀幻境里的无数怪物，为团队开辟安全通道。江巡都会用财富法则为团队撑起意识防护的屏障。我们彼此信任，彼此守护，哪怕经历了12次极致的幻境考验，也没有一个人彻底迷失。恭喜各位乘客成功闯过12个末日障点。本次列车已抵达终点站中烟站台。入侵者永远的留在这里吧。前世我就是在这里被车场的催眠波困住，差点永远迷失在循环幻境里。而这一世，我彻底接纳了前世的记忆与力量，双生意识几乎完全相融。
你们不是傀儡，你们是活生生的人，你们的家人还在现实世界里等你们回家。恭喜玩家凌晨等人成功通关 S 加神砍副本末日列车。恭喜凌渊阁战队拿下末日列车，全服首通刷新 S 级加副本最快通关记录。玩家凌晨已获得第10枚神砍碎片。副本通关的瞬间，现实世界里的调查组立刻收到了我传来的交通枢纽实验基地的完整数据与控制程序。调查组在龙国范围内展开了雷霆行动，抓获了所有涉案人员，彻底瓦解了他在交通系统里的全部势力。队长，陆婉小姐的意识完全清醒了，她刚才睁眼认出了我们，只要集齐最后3枚碎片，她就能立刻醒过来。末日列车一战，团队所有人的天赋都迎来了终极进化。我的灵魂回溯天赋可以打破任何形式的幻境催眠，苏家姐妹的代码重构可以破解任何形式的意识控制程序，夏诺的真实之眼可以找到任何幻境的核心破绽，叶灵的提线战机可以在任何幻境里都能守住本心，江巡的财富法可以兑换突破意识规则的特殊道具。距离与夜宵的终局之战只剩下最后3步。这里就是第11座神砍副本星空废墟的入口，也是夜宵意识跃迁实验的虚拟复刻场。末日列车副本通关后的3周里，林渊阁已经彻底掌控了整个游戏世界的规则秩序。我带着团队用星河解锁的权限，为普通玩家开启了安全的副本传送通道，建立了覆盖全游戏的玩家救援体系。数千万玩家终于有了真正安全的家园。现实里，帽子根据末日列车里拿到的实验数据，清剿了夜宵最后几个小型实验窝点，其势力濒临覆灭。我准备好了。队长，外围5000名精英玩家已经守住了展览馆的所有出入口，反重力、反跃迁、防精神侵蚀的装备全给兄弟们拉满了，就算是飞到宇宙尽头，也绝对能保证大家的意识坐标不丢失。这片星空废墟是夜宵意识跃迁实验的核心场，他想要验证意识能否脱离肉体，在虚拟宇宙中进行超远距离跃迁，实现意识的跨空间传递与永久留存。这是他意识永生计划里最关键的一步。副本内处于完全失重状态，空间会不断折叠跃迁，玩家的意识会被随机跃迁到不同的废墟节点。一旦意识与身体脱离超过10分钟，就会永久消散在宇宙之中。这片虚拟宇宙里散落着无数废弃的空间站、卫星残骸、破碎的星球，它们都是空间跃迁的节点。每一次空间折叠，我们的意识都会被随机跃迁。只有找到意识跃迁的核心引擎，摧毁它，才能稳定空间，通关副本。第11枚神砍碎片就锁在核心引擎的主控室里。凌晨哥，望远镜的另一端就是星空废墟的入口，里面的空间一直在折叠，无数玩家的意识被跃迁到了各个废墟节点里，快要彻底消散了。核心引擎在宇宙的最深处，那里有很强烈的神砍碎片波动，还有现实里第11号航天实验基地的完整数据。夜宵已经在那里搭建了地面意识跃迁装置，准备把自己的意识永久上传到虚拟世界里。不就是宇宙跃迁吗？就算是被扔到宇宙的尽头，老娘也能杀回来。队长，我们出发，我倒要看看夜宵的意识跃迁能不能挡住我的道。前世我闯这片星空废墟时，团队成员的意识被随机跃迁到了宇宙各处。我花了整整7天才找回了所有人的意识，可最终还是有2名队友永远消散在了星空里。而这一世，
我绝不会让这样的悲剧再次上演。前世在星空废墟里无数次寻找队友意识，对抗空间跃迁的经历，让我对这片虚拟宇宙的每一个折叠节点、每一次跃迁规律都了如指掌。双生意识的匹配度从 98% 悄然攀升到了 99%， 两道意识之间的最后一层壁垒已经薄如蝉翼，只剩下最终的融合与决心。已为您接通医疗区的通讯。3周里，我每天都会用星河的力量修复陆婉的灵魂脉络。屏幕上的数据显示，他的灵魂损伤已经100%修复完成，意识完全清醒，只是被身体的沉睡状态困住。每天都会对外界的声音做出明确的反应。苏青言每天都会守在吴军舱边，跟他说团队闯副本的经历。他的脑电波会清晰地波动，仿佛在为他们加油。队长，陆婉小姐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意识也完全清醒，现在只需要完整星河的力量打破沉睡状态的束缚，就能立刻苏醒过来。等我们拿到最后2枚碎片，就立刻唤醒你。进入副本后，所有人全程绑定意识坐标，无论被跃迁到哪里，都不能断开意识链接。清月、青岩，你们负责搭建稳定的意识跃迁通道，一旦有人被跃迁，立刻把他的意识拉回来。诺诺，你负责锁定核心引擎的位置，还有所有队友的意识坐标。叶灵、江巡，你们负责应对跃迁过程中出现的意识怪物，明白吗？明白。我们已经身处无边无际的虚拟宇宙之中，周围是无尽的黑暗与死寂，无数破碎的星球残骸，废弃的空间站漂浮在虚空之中。这片冰冷的宇宙没有重力，没有空气，没有声音，只有无边的孤独与冰冷，不断侵蚀着我们的意识。系统提示：您已进入星空废墟副本，空间折叠机制已激活，意识随机跃迁，将在5分钟后启动。好家伙，上来就搞随机跃迁！叶萧这老小子是真不想让我们活着出去啊！前世在这片星空里，无数次被空间跃迁，无数次在宇宙边缘找回意识的经历，让我的意识彻底挣脱了空间的束缚。我的本我意识与前世的意识在这一刻几乎完全相融，哪怕意识被跃迁到了宇宙的边缘，我也能瞬间锁定所有队友的意识坐标，用灵魂回溯的力量，强行把自己的意识拉回了原本的位置。所有人稳住，不要慌，我已经锁定了你们的意识坐标。清月、青岩，立刻搭建意识跃迁通道。牛啊！刚才一瞬间就被扔到了几百万公里外，差点就回不来了。队长，你也太神了，这么远都能锁定我的位置。这只是第一次空间折叠，后面的跃迁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远。大家务必保持意识链接，千万不要让意识与身体脱离超过10分钟。我们在无尽的星空废墟里不断前行，彼此信任，彼此配合，没有一个人的意识脱离身体。没有一个人掉队。夏诺的真实之眼在极致的宇宙环境里迎来了终极突破，他可以看穿折叠空间的所有节点，精准地预判到每一次空间跃迁的时间与位置，甚至能看到数百万公里外的核心引擎坐标。苏家姐妹的代码重构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可以在无尽的宇宙里搭建稳定的意识跃迁通道，实现意识的超远距离传递。叶灵的极限战区彻底适应了失重、无规则的宇宙环境，哪怕在空间折叠的乱流里，也能精准地斩杀怪物，护住身边的队友。江巡的财富法则兑换了顶级的反跃迁装置，彻底稳定了团队的意识坐标，再也不会被随机跃迁打乱阵型。而我，在一次又一次的空间跃迁里，双生意识不断共振，灵魂回溯的天赋被我催动到了极致。我可以跨空间定位任何意识坐标，哪怕队友的意识被跃迁到了宇宙的尽头，我也能瞬间把对方拉回来。终于，在闯过了无数的空间乱流与黑洞陷阱后，我们抵达了宇宙的最深处。
这巨大的环形空间站，就是夜宵的意识跃迁实验核心与最终 BOSS 的所在地。我是由无数消散在星空里的玩家意识融合成的意识体，星空主脑。闯入者，永远留在这片星空里吧。灵魂回溯，给我催动到极致！你们的意识不该被永远困在这片冰冷的星空里，你们的家人还在现实世界里等你们回家。恭喜玩家凌晨、苏清月、苏清妍、叶灵、江巡、夏诺成功通关 S 级加神坎副本星空废墟。恭喜凌渊阁战队拿下星空废墟全服首通，刷新 S 级加副本最快通关记录，通关时长2小时58分。玩家凌晨已获得第11枚神坎碎片，神坎碎片以及其11/13，解锁游戏宇宙区域全域权限。副本通关的瞬间，我让现实世界里的专项行动组立刻收到了我传来的第11号航天实验基地的完整数据与跃迁程序，联合航天部出动了特警与军队，突袭了西北沙漠深处的秘密航天实验基地，摧毁了夜宵搭建的意识跃迁地面装置，抓获了所有涉案的科研人员，截获了他即将上传的本体意识数据，彻底瓦解了他在航天领域的全部势力。夜宵在现实里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地下实验基地，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队长，陆婉小姐彻底清醒了，她刚才睁开眼睛，认出我们了，只是身体还被沉睡状态束缚着，无法做出更多的动作。只要集齐最后2枚碎片，激活完整星河，她就能立刻醒过来，和我们说话。星空废墟一战，团队所有人的天赋都突破了空间与意识的极限。我的灵魂回溯天赋可以跨空间定位任何意识坐标，强行回溯被折叠的空间与意识。苏家姐妹的代码重构可以在无尽的虚拟宇宙里搭建稳定的意识跃迁通道，实现意识的超远距离传递。夏诺的真实之力可以看穿折叠空间的所有节点，无视距离锁定任何意识坐标。叶灵的极限战区可以在空间乱流失重环境下完成极限战斗，无视空间规则的束缚。江巡的财富法则可以兑换反空间规则的特殊道具，稳定意识坐标，篡改虚拟宇宙的局部规则。距离唤醒陆晚，距离与夜宵的终局之战，只剩下最后2步。星空废墟落幕，第12座神坎副本无间地狱的轮回之门已经开启。这里是第12座神坎副本无间地狱的入口，也是夜宵意识轮回实验的虚拟复刻场，更是他在游戏里的倒数第2道防线。从星空废墟副本通关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天，这10天里，林渊阁已经成为了数千万玩家心中的信仰。我带着团队用星河解锁的2级权限，修复了游戏里几乎所有的恶意程序，为玩家们搭建了稳定的安全区，甚至开启了部分安全副本的限时登出通道，让一部分身体不适的玩家能暂时回到现实世界休养。现实里，调查员根据夏诺在星空废墟中同步的精准坐标，已经清剿了夜宵在全国范围内的核心实验基地，抓获了近1000名涉案人员，解救了数百名被非法关押的实验体。夜宵在现实里的势力已经彻底土崩瓦解，只剩下最后一个隐藏的核心藏身地。
调查员追查了4个月，始终没能锁定精准坐标。公测开启至今，我们一步一步从绝境里杀出了一条生路，距离集齐13枚碎片，距离与夜宵的终局之战，只剩下这最后一步。队长，外围1万名精英玩家已经守住了地下防空洞的所有出入口，3层防御工事，连一只老鼠都钻不进来。霍望徽章、轮回防护、意识锚定道具，全给兄弟们备齐了，绝对能守住大家的本心，不被轮回幻境迷惑。这座无间地狱是夜宵意识轮回实验的最终场，他在这里搭建了18层轮回幻境，每一层都对应着人心最深的执念：亲情、友情、爱情、财富、权力、生死、自我。每一层幻境都会让玩家经历一次完整的人生轮回，一旦在轮回里迷失自我，忘记了真实身份，意识就会被永久困在轮回里，成为幻境的一部分。这里的每一道轮回咒印都和落霞荒村的附灵阵同源。陆婉在意识消散前，把破解附灵阵的核心咒印知识通过意识共享同步给了我。这4个月，我整理成了完整的咒印破解手札，已经把所有破解方法同步给了所有人。我破解了外围的程序屏障，里面是完全封闭的轮回规则空间，一旦踏入，除了通关，没有任何退路。夜宵在这里留了终极后手，一旦我们在轮回里迷失，他就能直接剥离我们的意识，融入他的轮回程序里。第12枚神龛碎片就镶嵌在无间地狱最深处的业火盘核心。凌晨哥，门后是18层无尽轮回，里面困了近1000名玩家的意识，他们已经在轮回里迷失了近2个月。业火盘在无间地狱的最深处，那里有很强烈的神龛碎片波动，还有夜宵最后一个地下实验基地的完整3维坐标与防御部署。之前我看到的坐标全是夜宵做的伪装，只有在这里才能拿到真正的精准位置。18层轮回又怎么样？就算是经历100次、1000次人生，我也绝不会忘了自己是谁，绝不会忘了队长，忘了我们的家人。这最后一道副本，我们一起闯过去，一起去见夜宵，做最后的了断。前世，我就是在这座无间地狱里，经历了无尽的轮回，才最终闯到了夜宵的核心中枢，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身边的队友一个个在轮回里迷失，最终只剩下我一个人。而这一世，我带着完整的团队站在了这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永远困在这轮回幻境里。前世的我，在无间地狱的轮回里，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无数次的遗憾，才最终明白，轮回的本质从来不是磨灭，而是坚守。我的双生意识在这一刻彻底和解，前世的复仇者与今生的守护者再也没有了彼此的边界，双生意识的匹配度已经无限接近100%，只差终局之战的最终契机就能彻底觉醒。已为您接通医疗区的通讯。这10天里，我每天都会用星河的力量为陆婉的意识注入修复能量。屏幕上的数据显示，她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意识时刻保持着清醒。每天都会通过无菌舱的监测设备与医疗团队进行简单的意识互动。苏庆妍每天都会守在无菌舱边，跟他说团队即将闯最后一座副本的事。他的脑电波会清晰地传来回应，仿佛在为他们加油。队长，陆婉小姐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她让我告诉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她在基地里等着和大家团聚。放心，我们一定会带着最后一枚碎片回来唤醒你。18层轮回，每一层都是极致的考验。记住，无论你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无论幻境里的一切多么真实，都不要忘了你们是谁，你们身边的人是谁。我们是家人，无论轮回多少次，我都会找到你们，唤醒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18道轮回之门，每一道门后都是一场完整的人生轮回。您已进入 SS 级神龛副本无间地狱，18层轮回机制已激活，请闯过18层轮回幻境，抵达无间地狱核心，摧毁业火盘，完成副本通关。警告：一旦在轮回幻境中迷失自我，意识将被永久困在副本内，无法复活。
这18层轮回幻境是对每个人本性的终极考验。我闯过了父母被暗杀的雨夜轮回，不再用纨绔伪装自己，直面了内心的愧疚与恐惧。我闯过了雪山任务的生死轮回，放下了10几年的执念，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我们闯过了3年前决裂的雨天轮回，彻底解开了彼此的心结，代码天赋完成了终极融合。我闯过了双目失明的童年轮回，不再畏惧他人的嘲讽，真实之眼突破了虚拟与现实的壁垒，彻底觉醒。而我闯过了前世最终之战的轮回幻境，直面了自己两世的遗憾与执念，双生意识的融合度再次攀升。终于，我们在闯过第18层轮回后，抵达了无间地狱的最深处。我是由无数迷失玩家的执念凝聚成的轮回之主，去死吧，蝼蚁！恭喜玩家凌晨、苏清月、苏清言、叶灵、江巡、夏诺成功通关 SS 级神砍副本无间地狱。恭喜凌渊阁战队拿下无间地狱全服首通，刷新 SS 级副本最快通关记录，通关时长3小时17分。玩家凌晨已获得第12枚神砍碎片，神砍碎片已集齐13/12，解锁游戏全域临时访问权限。通关瞬间，我立刻将夏诺锁定的夜宵本体精准坐标同步给了现实里的安保系统。安保收到坐标的瞬间，立刻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守望预案，全市的安保力量朝着西山废弃矿洞飞速集结，针对夜宵本体的天罗地网正式全面铺开。12座神砍副本已经闯过终局之战的大门就在眼前。星穹科技大厦的顶层，这里是整个虚境迷城游戏的服务器中枢所在地，也是夜宵在虚拟世界里最后的巢穴。这里就是中烟回廊的入口，夜宵在虚拟世界里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通往第13枚神砍碎片的唯一路径。从星空废墟副本通关到无间地狱副本落幕，整整1个月的时间里，我带着团队稳扎稳打，接连闯过了死寂医院、末日列车、星空废墟、无间地狱4座神砍副本，集齐了12枚神砍碎片。凌渊阁已经成为了数千万玩家心中的信仰。现实里的安保也顺着副本里拿到的线索，清剿了夜宵在全国范围内的11个核心实验基地，他的现实势力已经彻底土崩瓦解，只剩下最后一个隐藏的核心藏身地。安保追查了4个月，始终没能锁定精准坐标。公测开启至今4个月的时间，我们一步一步从绝境里杀出了一条生路，距离集齐13枚碎片，距离与夜宵的终局之战，只剩下这最后一道副本。队长，外围1万名精英玩家已经守住了星穹科技大厦的所有出入口，3层防御工事，连一只老鼠都钻不进来。破望徽章、轮回防护、意识锚定道具，全给兄弟们备齐了，绝对能守住大家的本心，不被轮回幻境迷惑。这座中烟回廊是夜宵用整个游戏服务器的底层规则搭建的终极囚笼。回廊一共9层，每一层都对应着我们之前闯过的12座神砍副本的终极恶意版本，里面布着陆婉父母留下的树林镇终极形态九死湮灭阵。我已经把陆婉留下的所有咒印手斋全部拆解，整理出了完整的破解图谱，同步给了所有人。我破解了外围的程序屏障，里面是完全封闭的终极规则空间。一旦我们踏入回廊，夜宵的现实本体就会立刻感知到，它会启动游戏核心的自毁程序。一旦程序触发，数千万正在游戏里的玩家意识都会被永久锁死在虚拟世界里。第13枚神砍碎片就藏在中烟回廊的最深处，和游戏核心母巢绑定在了一起。还有，只有集齐12枚神砍碎片，才能打开中烟回廊的大门，也只有闯过回廊，才能彻底锁定夜宵的现实本体意识锚点。夏诺之前看到的坐标都是夜宵做的伪装，只有在回廊里，才能拿到真正的精准位置。
凌晨哥，门后是9层无尽轮回，里面困了近1000名玩家的意识，他们已经在轮回里迷失了近2个月。回廊的最深处，第13枚神龛碎片就在那里。还有，夜宵的本体意识锚点就藏在第9层的核心里，我能感觉到，他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9层轮回又怎么样？12座副本我们都闯过来了，这最后一道回廊，我们照样能劈穿。陆婉小姐在基地里等着我们醒过来，我们绝不能在这里停下。队长，我开路，我们走。我的前世与今生的双生意识融合度已经攀升到了99.9%，只差最后的临门一脚，就能完成100%的完全融合。前世，我孤身一人闯入中烟回廊，最终只能与夜宵同归于尽，带着无尽的遗憾坠入黑暗。而这一世，我身边站着自己最信任的家人，集齐了12枚神龛碎片。现世的天罗地网已经布下，再也不是孤身一人。已为您接通了医疗区的实时通讯。队长，陆婉小姐已经完全清醒了。她让我告诉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她在基地里等着和大家团聚。九子湮灭阵的终极破解方法，她已经通过意识交互仪同步到了你们的终端里。放心，我们一定会带着最后一枚碎片回来，唤醒你。中烟回廊是夜宵最后的防线，也是我们最后的战场。这一次，我们不仅要拿到第13枚碎片，还要彻底终结夜宵的阴谋，带所有被困的玩家平安回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9道轮回之门，每一道门后都是一场极致的轮回幻境。您已进入 SS 级神龛副本中烟回廊，9层轮回机制已激活，请闯过9层轮回幻境，抵达回廊终点，获取第13枚神龛碎片，完成副本通关。警告：一旦在轮回幻境中迷失自我，意识将被永久困在副本内，无法复活。系统提示：中烟回廊第1层执念复制午夜公寓，首关 BOSS 怨念镜像体已激活。本层规则：击杀与自身执念同源的镜像体，即可解锁通往下一个通道。夜宵这老小子是把我们之前闯过的副本全搬过来了，还复刻了我们的能力。这就是中烟回廊的核心规则，对应我们闯过的前9座神龛副本的终极恶意复刻。只有破除本层的核心执念，才能解开下一层的封印。第1层的咒锁核心在消防柜的夹层里，和午夜公寓的日记位置一致。镜像体的弱点在眉心的执念印记，用灵魂回溯的力量可以直接击碎。凌晨，只有你能做到。系统提示：第1层通关，双生意识融合度加0.5%，当前融合度96.5%。阵眼在洗窖的核心里，生门在西北方向第3个纸人脚下。我把破解咒印同步给清月了，按照我给的顺序画，就能暂时压制阵法。系统提示：第2层通关，双生意识融合度加0.5%，当前融合度97%。众人一路向前，闯过了第3层圣心医院的复刻幻境，第4层梦魇工厂的意识囚笼。每闯过1层，凌晨的双生意识融合度便稳步提升。就在众人踏入衔接通道时，异变笃生。夏诺！
这咒印和中烟回廊的核心阵法绑定了，夜宵把星河的底层漏洞和附灵咒术焊死在了一起，常规的代码破解根本没用。别慌，这是我父母留下的附灵死咒变种，我知道怎么压制。凌晨，用你的灵魂回溯力量稳住江巡的意识本源，别让他消散。清月，按照我给的咒印顺序，在江巡的眉心画反向锁灵咒，能暂时封住咒印的蔓延。我把完整的压制图谱同步给你们了。凌晨哥，第5层是时间秩序的复刻幻境，里面的时间乱流更强了。陆婉姐说，中岩回廊的核心密室就在第9层的尽头，第13枚碎片就在那里。江巡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绝不会扔下他。剩下的5层，我们一起闯。陆婉，接下来的路还要麻烦你了。放心，有我在，我绝不会让你们任何人出事。第5层到第9层的完整破解图谱，我已经全部同步给你们了。我在基地等着你们带着碎片平安回来。系统提示：已进入中央回廊第5层，首关 BOSS 时间镜像体已激活，双生意识融合度加是 5.5。众人齐心协力，一一闯过了5到9层关卡。系统提示：中烟回廊9层囚笼已全部通关，当前融合度 99.5%。已抵达中烟回廊核心密室前，第13枚神龛碎片能量波动已锁定。凌晨哥，石门后面就是密室，第13枚神龛碎片就在里面的水晶台上，但是里面有一股很强的怨念力量，是中烟回廊的最终 BOSS 虚灵主脑，它是夜宵用所有困死在回廊里的玩家残魂拼成的。凌晨，从午夜公寓副本，你说出星河的名字，用出灵魂回溯天赋的那一刻，我就猜到了，你是从未来回来的。其实你一直感受到的第2人格，从来都不是独立的暴虐意识，而是完整的，带着前世所有记忆与战斗本能的你自己。星河是我发现夜宵的阴谋后，偷偷嵌入游戏底层核心的终极保险程序，我把它拆成了13个组件，藏在了13座神龛副本里。它的核心设计逻辑有3个不可替代的激活条件，缺一不可。第一是守护逻辑同源，激活者必须有绝对的守护执念，而非掠夺与掌控欲，这也是夜宵永远无法激活星河的原因。第二是绝对的意识适配，激活者的精神力阈值必须能承载整个游戏世界的规则重量。而第3个也是最核心的隐藏条件，意识锚定。星河的应急协议里写着，当唯一适配者的意识在游戏核心中枢消散时，星河会自动启动，抽取适配者最强执念片段作为意识锚点，将完整意识与记忆回溯到锚点对应的时间线。你前世与夜宵同归于尽时，最强执念是没能守护清月，没能救下被困的玩家。这道执念太强烈，完全契合了星河的守护逻辑。星河不仅把你的完整意识拉回了公测前一刻，还将你前世3年浴血厮杀的战斗本能刻在骨子里的通关经验，带着无尽遗憾的记忆凝结成了意识复合，也就是你一直感受到的第2人格。它不是你的对立面，它是前世的你，是带着遗憾与复仇执念的完整的你。他从来都没想过吞噬你的主意识，只是在你遇到危险时，用前世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护着你，护着你想守护的人。前几次副本里你感受到的暴虐残响、战斗本能，都是这道意识复合在与今生的你共振。随着你收集碎片，弥补前世的遗憾，复合会逐渐与你的主意识融合，最终成为完整的你。这才是星河选择你的真正原因。原来如此，所谓双生人格，是带着遗憾的前世与正在弥补的今生的自我对话。之前的每一次共振，都是2道意识在互相接纳，彼此补全。星河权限分3个阶段，基础权限靠碎片解锁，2级权限需集齐7枚以上碎片，而终极激活必须满足2个条件：一是集齐13枚碎片，2是你的双生意识100%融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锁虚境法则，
获得覆盖游戏底层规则的最高权限。江巡身上的湮灭咒印、陆婉小姐的沉睡状态，都需要终极激活的星河才能彻底解决。这是我们唯一的路，也是唯一能救他们的方法。原来队长你是重生回来的大佬啊！难怪从顾测第一天就这么猛。我说怎么每次遇到危险，你都跟开了天眼一样，早就预测了所有陷阱。不管是前世的你，还是今生的你，都是我要跟着的人。不管前面是什么，我都陪你一起闯。凌晨，石门上的最终咒锁需要用你融合后的双生意识，配合12枚神龛碎片才能解开。我已经把最后的解锁方法同步给你了。叶修在密室留下了最后的雾灵湮灭阵，只有你完全融合的双生意识，才能彻底破解。徒劳的挣扎。叶灵、江巡，守住侧翼，挡住出手攻击。清月、青岩，破解密室里的护灵阵核心。诺诺，锁定虚灵主脑的意识核心。凌晨哥，他的核心在黑雾最深处，是叶萧留下的意识锚点。只有击碎那个锚点，才能彻底杀死他。不该被永远困在这无尽的回廊里。你们的家人还在现实世界里，等你们回家。系统提示：中烟回廊最终 BOSS 虚灵主脑已被击杀，双生意识融合度加 0.01%， 当前融合度 99.99%。全服公告：恭喜玩家凌晨成功集齐第13枚神龛碎片，13枚神龛碎片已全部集齐，进度13%。星河系统完全激活，硬件条件已达成，游戏最终核心中枢最高访问权限前置已解锁，中烟回廊副本已永久关闭，所有副本规则、恶意阵法已永久失效。终于集齐了，我没拖大家后腿吧？江巡哥哥，你没有拖后腿，你保护了我们所有人，
夏诺在决战前已经通过真实之眼锁定了夜宵现实的坐标。就在13枚碎片集齐的瞬间，现实世界的指挥中心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所有单位注意，目标坐标已完全锁定，保持全面合围状态，等待最终突击指令，绝不能让目标再次逃脱。凌晨收到了江巡父亲发来的加密消息，得知组织已经锁定了夜宵本体的藏身地，完成了全面合围。13枚碎片已经集齐，星河激活的硬件条件已经达成。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夜宵的本体意识和整个游戏的核心母巢。恭喜你们，集齐了所有碎片，我在基地里等着你们平安回来。等你们激活星河，我就能醒过来，和你们并肩站在一起了。主机母巢机房，这里是夜宵经营了10几年的中级巢穴，也是整个游戏世界的底层规则发源地。这里和我前世记忆里的场景一模一样。前世，我就是在这里与夜宵同归于尽，带着无尽的遗憾坠入了无边的黑暗。而这一世，我带着完整的团队，集齐了13枚神龛碎片，站在了这里，再也不是孤身一人。凌晨哥，整个机房就是一个巨大的意识囚笼，我们一踏进来，所有的对外通道就都锁死了。夜宵的意识体就在液态金属核心里，它一直在看着我们。所有行动组已到达预定位置，完成全面合围，目标就在矿洞最深处的地下机房里，无任何逃脱可能，等待最终突击指令。矿洞的所有对外通讯链路已全部切断，电力供应已被我们掌握，目标无法向外界传递任何信息，也无法启动备用自毁程序。针对夜宵本体的天罗地网已经彻底收紧，它插翅难飞。林晨，我真是小看你了，我没想到清月居然背着我在游戏里埋了星河这么个东西，更没想到他居然能把你前世的意识拉回来，硬生生改写了我所有的计划。你带着12座神龛的通关记录，集齐了13枚碎片，闯到了这里，确实有资格做我的对手。夜宵，我当初信任你，把游戏底层架构的核心代码交给你，你却用它来做人体实验，吞噬玩家意识，满足你那可笑的成神妄想。今天，我们就要亲手毁了你这一切。可笑！人类的肉体何其脆弱，生老病死转瞬即逝，只有意识上传虚拟世界，才能获得真正的永生。我是在带领人类走向新的纪元，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根本不懂我的伟大。叶灵，在前开路，挡住怪物巢。清月轻言，破解机房的程序陷阱，切断夜宵与核心的连接。夏诺，锁定夜宵的意识本体弱点。江巡，守住侧翼，搭建绝对防护屏障。只差最后的临门一脚。机房里的战斗已经持续了整整40分钟。凌晨正在催动双生意识做最后的融合，绝不能被夜宵打掉。夜宵的意识锚点就在核心3点钟方向。
真是没能护住凌晨，这一世我就算拼了命，也要给凌晨争取到双生意识融合的时间。真是感人呐！凌晨，你以为靠着这群人就能挡住我？别做梦了！等我彻底吸收了星河的力量，我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神。别怕，有我在，只要我还站着，就没人能伤得了你。融合还没完成，我绝不会倒下。说了别硬扛。只要打断凌晨的意识融合，杀了他，就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的永生计划。凌晨，小心！凌晨，我们能挡住，我们信你，不管是生是死，我们都跟着你，快完成融合，别让我们的努力白费。凌晨哥，我能挡住，你别过来！你是我生命里的光，我绝不会让他伤了你！快完成融合！队长，快！我们撑住了，就差最后一步了。凌晨前世的回忆与现实记忆激烈碰撞。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凌晨双生意识完全融合，13枚神龛碎片已集齐，星河密钥验证100%通过。系统提示：星河系统完全激活，终极天赋虚境法则已解锁，宿主已获得虚境迷城游戏最高管理权限。你的末日到。不可能，这不可能！星河明明只是我废弃的底层程序，
你怎么可能激活他的终极力量？你连自己的本体都保不住，还想在虚拟世界里翻起风浪？你欠那些无辜玩家的，欠那些被你害死的实验体的，今天该一并清算。报告指挥中心，目标夜宵已成功抓获，现场无人员伤亡，神经连接已切断，网络电路已物理隔离。不可能！我的本体，我的锚点，凌晨，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就算是死，也要拉着你一起垫背。夜宵的意识体彻底湮灭的瞬间，整个游戏世界的红色警报全部解除，血色的云层散去，阳光穿透云层，洒在了游戏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以此星河之名，重塑破损灵魂。兄弟们，我醒了，欢迎回家。指令确认，权限全开。系统提示：游戏终极 BOSS 夜宵已被彻底击杀，所有恶意程序已全部清除，游戏登出功能已全面解锁，所有异常状态已解除。我们赢了，可以回家了，终于可以回家了。妈妈，我想回家。全国各地的医院里，无数昏迷了4个月的玩家陆续睁开了眼睛，守在病床边的家人瞬间哭成了一团。云城市第一医院里，陆婉的病床边围满了刚从游戏里登出的众人，看着彼此平安无事的样子，所有人都露出了释然的笑容。我们回来了。人间接案。云城市安全局里，夜宵因故意杀人罪、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进行人体实验罪等数十项罪名被依法提起公诉，等待他的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这场席卷了全球数千万玩家、持续了4个月的生死游戏，终于在虚拟和现实2条线上都迎来了彻底的终结。
我们现实世界见。消毒水的味道萦绕在鼻尖。距离他点击登出游戏已经过去了整整12个小时。队长醒了喊我，我就在隔壁病房。是江巡留下的，四季龙飞凤舞。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身体，却并不影响行动。里面早已被99加的消息刷屏。家人们，我醒了，活过来了！现实世界的空气也太香了。刚做完身体检查，一切正常。我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他们说要请大家吃饭。谢谢大家一直照料我。我和苏清言刚看完录完，他已经能下床走路了，恢复得很好。等你们过来，医院楼下的花园见。凌晨看着屏幕上的消息，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释然的笑。跨越两世的生死之战，终于在这一刻迎来真正的尘埃落定。半小时后，医院楼下的花园里，众人终于在现实世界里完成了第一次完整的团聚。江巡穿着一身休闲装，再也没有了游戏里的纨绔气，整个人沉稳了不少，正手舞足蹈地跟夏诺说着什么，逗得小姑娘笑个不停。有阳光真好啊。队长，你可算醒了，我还以为你要睡到下午呢。刚醒，做了个检查，没什么事。凌晨看着眼前的众人，看着他们鲜活的笑脸，心里满是安稳。游戏里的浴血奋战，终究是为了此刻的人间烟火。凌晨，好久不见，谢谢你把我从那个黑暗里拉了出来。是你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就在这时，江父走了过来。凌晨先生，还有各位，我代表安全部门，代表所有被困的玩家和他们的家属，谢谢你们，是你们阻止了叶宵的阴谋，救下了数千万人的性命。叶宵因数十项罪名已被依法提起公诉，等待他的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叶宵的所有残余势力已被龙国群防彻底清剿。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实验体都已被解救，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全国范围内昏迷的玩家已经有超过90%苏醒，剩下的也在陆续恢复中，没有再出现一例脑死亡的情况。网络安全部门想邀请各位参与全新虚拟世界的安全建设项目。你们是最了解这个系统的人，也是最懂得守护的人。那必须的，我们队长可是未来虚拟世界的总负责人。众人轰然大笑，阳光洒在每个人的身上，温暖而耀眼。傍晚，夏诺的父母在云城最好的酒楼摆了满满一桌团圆饭。来，凌晨、夏诺，别客气。清脆的碰杯声里是劫后余生的庆幸，是并肩作战的情谊，是对未来的无限期许。凌晨看着身边的众人，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凌晨举起酒杯，轻声开口：敬我们，敬人间皆安，敬人间皆安。所有的黑暗终会迎来黎明，所有的并肩终会迎来圆满。江氏集团总部的顶层会议室里，巨大的全息屏幕上显示着全新虚景迷城的底层架构图。凌晨站在屏幕前，身边围坐着核心团队，还有龙国网络部门的顶级专家。一场关于虚拟世界新生的会议已经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这1个月里，凌晨带着团队联合国家网安部门、江氏集团的技术团队，完成了对虚境迷城底层代码的全面重构。他们剥离了所有的恶意程序、意识吞噬陷阱、死亡规则，修复了叶宵留下的所有系统漏洞，将这款曾经的生死游戏彻底改头换面。底层架构的安全加固已经全部完成，没有任何高危漏洞。我们保留了原有的沉浸式神经连接技术，优化了神经信号的传输逻辑，降低了对大脑的负荷。哪怕是长时间连接，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损伤。我们重新设计了游戏的核心玩法，剥离了所有惊悚、死亡相关的副本内容，打造了开放世界的沉浸式体验，分为休闲探索、剧情闯关、职业竞技3大板块，适配全年龄段的用户。同时，
我们搭建了全球最顶级的意识安全防护系统，绝对不会再出现神经连接锁死、意识被篡改的情况。会议室里的专家们纷纷点头称赞。曾经，虚境迷城是席卷全球的灾难，而现在，在他们的手里，它即将成为全球首个全民沉浸式虚拟世界，成为连接现实与虚拟的全新桥梁。面前的屏幕上是他设计的全新虚拟世界安全规则体系。这1个月里，他凭借着对夜宵咒术的意识控制技术的绝对了解，搭建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安全防护墙，成为了全新虚拟世界的安全负责人。我设计的这套安全体系分为3层防护，第1层是神经连接实时监测，一旦检测到用户大脑出现异常波动，会立刻强制切断连接，发出预警。第2层是意识防篡改系统，任何外来程序想要修改用户意识数据，都会被立刻拦截并溯源。第3层是应急救援通道，哪怕出现极端情况，用户也能通过应急通道立刻登出虚拟世界。专家们看着这套完整的安全体系，眼里满是赞叹。这套体系从根本上杜绝了夜宵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为整个沉浸式虚拟行业树立了全新的安全标准。运营方面，我们已经和全国上百家文旅机构、博物馆高校达成了合作，在虚拟世界里搭建了1:1还原的文旅景区、数字博物馆、虚拟校园，未来还会拓展虚拟办公、虚拟医疗、虚拟社交等多个板块。它不再是一款单纯的游戏，而是一个全新的、和平的、充满无限可能的虚拟世界。安保方面，我组建了一支专业的虚拟应急团队，全部由退伍军人、专业安保人员组成，24小时值守，保护用户的安全。他设计的系统能最大程度优化用户的沉浸式体验，哪怕是视障人士也能在虚拟世界里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我设计的感知优化系统已经完成了最终测试，它能适配不同用户的身体情况，调整感官反馈，让所有人都能在这个世界里感受到平等的美好。好，会议的最后，所有人一致通过了全新虚拟世界的上线方案，也确定了它的新名字——虚境新生。前世我在这个世界里经历了无尽的黑暗与遗憾，今生我要和自己的家人一起把这个世界变成充满希望与光明的地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领域。3个月的时间，虚境新生完成了全量测试，而今天就是它的全球上线发布会。4个月前，虚境迷城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灾难，无数人在里面失去了生命，无数家庭支离破碎。而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想告诉全世界，虚拟技术本身从来都不是灾难，它的未来应该是光明的，是温暖的，是属于所有人的。1:1还原的祖国大好河山，沉浸式的数字博物馆，便捷的虚拟办公场景，温暖的虚拟社交空间，还有为特殊群体量身打造的无障碍体验系统。屏幕里的每一个画面都让在场的所有人惊叹不已。接下来，欢迎我的队友们。凌晨先生，请问您对虚境新生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我们希望这个虚拟世界能成为现实世界的延伸，而不是替代品。我们希望它能让远隔千里的人随时相见，能让身体受限的人体验奔跑的自由，能让所有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我们曾经坠入过黑暗，所以更懂得光明的可贵。未来我们会一直坚守守护的初心，让虚拟技术真正的服务于人，温暖于人。法锤落下，法官当庭宣判。被告人叶宵犯故意杀人罪、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进行人体实验罪等多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庭审现场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掌声。这场持续了1年多的世纪大案，终于迎来了最终的判决。正义虽迟，但从未缺席。这1年里，我联合江氏集团与国家网络安全部门，彻底剥离了虚境迷城的所有的恶意程序，改造成了全球首个全民沉浸式虚拟世界，成为了现实与虚拟连接的全新桥梁，为无数人带来了新的生活与希望。林渊阁也从游戏里的玩家工会变成了全新虚拟世界的运营团队，江巡成了虚拟世界的运营总裁，再也不是那个玩世不恭的富二代。陆婉成了虚拟世界的安全负责人，用自己的精力守护着每一个玩家的意识安全。苏清月与苏清妍姐妹俩成了虚拟世界的首席架构师，续写着全新的代码世界。叶灵成了虚拟世界的安保总队长，组建了专业的应急团队，守护着虚拟世界的和平。夏诺成了虚拟世界的首席感知官，用他的真实之眼排查着每一处潜在的风险。而我成了全新虚境迷城的总负责人，也是全球虚拟安全委员会的首席顾问。
终于迎来了最圆满的结局。队长，新虚拟世界的同时在线人数突破2个亿了，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这个世界终于太平了。敬我们，敬虚敬新生，敬我们全新的人生。我们终结了一个黑暗的时代，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属于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所有的黑暗终会迎来黎明，所有的并肩终会迎来圆满。虚静新生，人间皆安。